2019年3月21日，Epic 官方表示，原为索尼平台独占的超凡双生、暴雨和底特律变人将登陆 PC 平台，并独占1年。一时间怨声载道。PC 上搞独占，这已经不是 Epic 游戏平台第一次这么做了。早在今年的2月15日，原本将会在威社旗下 Steam 平台上线的《地铁离乡》也改为在 Epic 平台独占1年。再加上放弃 Steam 转投 Epic 商城的育碧游戏《全境封锁2》，Epic 对威社的虎视眈眈可见一斑。然而，更加让国内玩家感到不满的是 ，Epic 对中国玩家所趋。从将《绝地求生》挑落神坛的《堡垒之夜》，到如今针对 Steam 发起的 PC 游戏市场争夺战 ，Epic 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游戏公司？触摸品质，发现未来，欢迎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 Epic 搅局者》。和很多玩家一样，其实我对 Epic 的印象最初也是源于曾在国外直播平台 Twitch 上人气排第1的游戏《堡垒之夜》。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家公司早在1991年就已经成立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卡里市，有这样一栋乍看之下并不显眼的办公楼，然而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几乎成为卡里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它就是 Epic Games 的总部。1991年，就读于马里兰大学的全优生蒂姆·斯维尼凭借兴趣自学成才，创办了一家主营计算机资讯业务的公司——波托马克河计算机系统公司。然而公司开了很久，却很少有生意光顾。空闲的时间里，蒂姆用自学的编程技术制作了一款名为 ZZT 的点阵像素游戏，受到了玩家们的好评。于是他在1992年将公司正式改名为 Epic Mega Games， 主攻游戏研发。如果直译的话，这家公司的名字可以翻译成史诗级的超级游戏公司，但实际上当时的 T 胖是名副其实的孤军奋战。次年 T 胖在宴会上与马克瑞恩一见如故。这个马克瑞恩就是在约翰卡马克做出德军总部3D 后，提议把游戏引擎也进行售卖的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游戏引擎并不是制作游戏的必需品，早期根本没有这一概念，想做游戏就一行一行打代码。然而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大，从业者越来越多，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没有必要在每次制作游戏时都把全部代码重新敲一遍，而是可以对之前的代码进行改动。直到游戏界的大神级人物约翰卡马克出现，和其他人根据游戏具体要求写出基础代码不同，卡马克在一款游戏还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时，就提前把可能需要的基础代码全都写好，等到需要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进行改动。这个基础代码所构成的框架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游戏引擎，而基于这款引擎所打造的游戏就是世界上第一个 3D 射击游戏《德军总部 3D》。把技术转化成商业价值，马克瑞恩的想法与卡马克对开源的坚持不谋而合。不过可惜的是，约翰卡马克在后来的一次争吵中把他开除了。再加上1993年放弃加州理工大学名额，选择在游戏界闯出一番名堂的天才设计师克里夫·布莱森斯基，正式组成了 Epic 早期铁三角。上世纪90年代，世嘉与任天堂在主机市场针锋相对， PC 市场被下载量堪比 Windows 装机量的 Doom 和雷神之锤牢牢统治。这2款游戏可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所以刚刚成立的几年里，并没有多少玩家知道这个史诗级的超级游戏公司。当时 Epic 的美术设计师舒尔茨和克里夫共同构想了一款加入射击元素和恐怖怪物的第一人称 RPG 游戏。后来这款名为 Unreal 的游戏于1998年一举击败雷神之锤2，让 Epic 和他的虚幻引擎震惊业界。Epic 也接过了卡马克之后推动引擎发展的大旗。如果说当初给公司取名为史诗超级是为了掩盖自己孤身一人的势单力薄，那么拥有了底气后 T 胖去掉了公司中的 Mega 一词。同年年底，基于虚幻 1.5 引擎所打造的多人竞技游戏虚幻竞技场与雷神之锤3不分伯仲。此后的时间里，虚幻引擎在游戏界声名大噪，让越来越多的厂商和玩家开始不得不注意到这家正在悄悄崛起的小作坊。2001年，微软 Xbox 游戏机上市，Epic 凭借虚幻引擎成为微软的合作商。在虚幻2引擎为虚幻锦标赛2、虚幻竞技场2004保驾护航后，其生命周期也宣告结束，下一代引擎的更新被提上日程。2006年，基于 Epic 虚幻3引擎所打造的战争机器在 Xbox 360上发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几乎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款主机平台射击游戏。掩体之前的移动与掩体后开枪盲射等玩法，也让当时沉迷三国无双和实况足球的我发现了另一个新天地。
作为新主机 Xbox 360平台的开山之作，战争机器最终以1200万美元的成本换回1亿美元的回报。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虚幻3立刻成为市场上的热门游戏引擎。质量效应、彩虹6号维加斯和蝙蝠侠阿卡姆疯人院、战争机器2等250款游戏的研发，都让当时的虚幻3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引擎之王。不过盛极必衰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膨胀后的 Epic 收购了很多家游戏公司，大多数都没能维持太久。再加上战争机器3的口碑下滑、利润受损，以及越来越高的开发成本无法带来同样的增幅的收益，这都让 Epic 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手游和多人游戏市场，并因此与微软分道扬镳。2010年苹果发布会，由 Epic 基于自身虚幻3引擎所打造的手游《无尽之刃》震撼了游戏界。在那个年代 ，Epic 刷新了人们对于手机游戏画面表现力的认知，虚幻引擎成为移动端最高画质的代名词。离开了微软后，再次谋求新变革的 Epic， 在2012年被腾讯以3.3亿美元收购了48.4%的股份。同年，曾经那个17岁就与 T 胖联合创业的关卡设计师克里夫离开了公司。他在短暂休息了2年后，曾成立过一家工作室 Bosky Productions。不过，该工作室于去年推出的《不法之徒》和《激进高地》双双碰壁，工作室也随即关闭。同样在2012年离开 Epic 的还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战争机器的系列制作人和首席开发员罗德·福格森。他在公司宣布将研发免费网游后，仍对3A 大作情有独钟，于是在短暂加入 2K 后，参与了另一款神作《生化奇兵：无限》的开发工作。2K 曾和微软展开战争机器这一 IP 的授权工作。不过，尽管战争机器3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但是微软断然不可能把自己的金字招牌送给他人来做。于是，罗德又来到微软，参与战争机器4的开发。当时，所有离开 Epic 的员工心里都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此时的 Epic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虽然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大家在网络上共同为一个目标奋斗的小作坊，而是真正变成了一家公司。立场不同，对于利益和梦想的取舍，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后面的故事离我们就比较近了。2014年，虚幻4引擎横空出世。和威社的创意工坊类似 ，T 胖也很明白，只有玩家自己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游戏。早在2014年开发全新的虚幻竞技场时 ，Epic 就公布了游戏的源代码，允许玩家们在开源社区的测试版中随意修改。同年，面对竞争对手 Unity 引擎的大幅降价 ，Epic 一改收费模式，并于2015年正式免费为游戏开发者们提供虚幻引擎，后者只需要在游戏发售后支付5%的分成作为回报即可。Steam 平台热门游戏《方舟：生存进化》就是一个例子。使用虚幻引擎，研发团队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游戏早期版本的制作。T 胖表示，那款游戏为他们和我们都带来了大量收入，这使得 Epic 在业内大受好评。那一年的利润为公司今后的运转提供了保障。在之后的2018年，基于此引擎所打造的《堡垒之夜》成为全球最火的免费游戏。2018年5月，该游戏用户人数突破1.25亿。iOS 版上线后，更是在全球共58个国家的 App 榜单中杀入了前10。一时间 ，T 胖也顺势超越 G 胖，在富豪排行榜上力压一筹。当我们回顾了 T 胖和 Epic 的发迹史，其实可以发现 T 胖和 G 胖、Epic 和威社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虚幻引擎和起源引擎、开放代码、自制爆款游戏，以及 Epic 近日的新举动，推出一个挑战 Steam 江湖地位的 Epic 游戏商城。2018年10月28日。Epic Games 完成了12.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来到150亿美元。据数码资本透露，这是游戏历史上第2大投资交易，仅次于2017年韩国手游公司网狮游戏上市融资的23亿美元。然后就发生了很多玩家并不想看到的独占事件。据我所知道的4款大作《暴雨》《超凡双生》《底特律变人》和《地铁》，全都将在 Epic 旗下的游戏平台限时独占1年。和微软、索尼、任天堂这3巨头为了拉动自家游戏机销量制作出色的独占游戏不同，尽管是威社旗下垄断了 PC 端游戏市场多年的 Steam 平台，也从未要求过游戏必须只能在 Steam 发售。再加上窃取 Steam 用户数据和对中国玩家的锁区， Epic 的操之过急让他们的官方社交账号下面骂声一片。虽然 Steam 本身也存在对打色情擦边球的游戏监管不力、UI 优化缓慢、网络环境不稳定等问题，但就 Steam 目前所构筑的社区文化，多年来打折活动建立的与玩家间的羁绊，以及 Dota 2、CSGO 的粉丝凝聚力，
Epic 妄图用独占游戏的办法挑战威慑，目前看来实在有些得不偿失。再加上 Epic 与腾讯的关系，WeGame 与 Steam 对国内用户的争夺，以及腾讯本身在国内游戏界并不受待见。Epic 如果继续加大这种垄断的力度，后果很有可能会反噬自身。要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记住你的好并不容易，但记住你的坏实在是轻而易举。纵观 Epic 的发展史，从改行做游戏到虚幻1时代的 Unreal， 虚幻2时代主打多人模式的虚幻竞技场，虚幻3时代的3A 单机大作战争机器，虚幻4时代的免费游戏堡垒之夜，以及如今进军游戏服务商和 VR 领域，这家公司的每次转折都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在大环境下的彻底革新。如今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当初只有10几个人的时候，2012年离职的克里夫经常和 T 胖在思考游戏该如何做的时候一起去街区散步。在被问到是否怀念那段时光时， T 胖斟酌了良久才回答：现在和我一起散步的人更多了。对于一个忠实的 Steam 用户来说，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在意哪个游戏平台成为主流，竞争者的出现是好事儿，但如果非要以恶心玩家的方式来抢占所谓的市场，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等着夏日特惠好了。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于威慑的粉丝 ，Epic 的挑衅也不是坏事儿。无主之地3都来了，半条命3还能远吗？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关注加收藏，谢谢支持。作为一款上线4年的健身类 App， 它的注册用户已突破 1.6 亿，但是在庞大的数字背后，又隐约透露着一丝虚胖。他是谁？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下期节目。